旅行除了看风景，我觉得它给你带来更多的意义是让你学会思考。我们在身边人的言谈话语中，在视频网上传递的很多并不见得是真相，你只有走出去才会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你会思考我们到底该如何看世界，到底在用什么渠道去看世界，才能更完整的去有这种综合的价值观，更客观的全面的去了解，这样对我们去认识世界，去了解生活，包括对我们的对很多事情的判断都会有重新的认知。感觉看其实俄罗斯人民没有生活在这个水深火热，他们其实挺幸福的，你丝毫感觉不到这边跟战争有任何关系，就跟它是充满着那种艺术的休闲的这种气息的城市。坦白的讲，我觉得它整个的城市舒适度比北京要好，你说跟上海比吧，也不逊于俄式的这个服务了。我们在上面点餐半个小时之后才上，特别慢，而且慢完之后我跟他说你把其他的快速给我们上，然后又等了得有40分钟，半个小时，将近1个小时餐都没上完。最后就我们都找不到服务员，还得自己下楼，然后去前台跟他去解释这些问题，我们还得催着他给我们结账。不埃及乱吗？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卢克索的一个离酒店它不远一条街，我们去走路吃饭，差不多走10多分钟。就你丝毫对埃及的人就是没有什么太多不安全感，就是虽然你是一个陌生的城市，来往的飞车，还有陌生的人，但是而且传说中这会有很乱，有很多骗子，然后注意安全，而且满街都是警察。但实际你真正走到这里，当你第1天、第2天、第3天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你并不会觉得有不安全感。其实甚至第1天我们在开罗的时候就敢出了街，走到它的老城区就随便走。所以其实你真正只有走到这个城市，你才能知道这个国家，你才能知道它到底是否安全，到底是否值得。走出来那个才是真相，所有人说的都是别人说的，你要自己去感受。我觉得埃及是至少我现在感觉是相对安全的，就是有骗子，但是他骗子又不能把你怎么样，他这个骗局对比印度人的骗局，对比中国人骗局完全小。临出来之前又让你填个表，感觉好像是又要让你再交个钱，但是反正但是好像反正就没交，最后也就出来了。这巴基斯坦这国家怎么这德行？来这真是太坑了，就是还是稳妥起见，就是护照里直接装100块钱，直接给他，这是最省事儿。他一旦卡你就得往上要了。我觉得中国很多时候我们是老想改变对方，其实人家本身的节奏挺好的，就是人家有自己这种小的满足，不希望变得那么现代化，也不希望变得那么方便，就是他们这种约定俗成的，就是一种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方式。比如他就喜欢装着硬币，这种一个个去投，有一个机器你塞纸币给你找很多零钱，他就是要有零有整的，他就是不愿意去抹去，不会打折，然后也不想什么地方都用信用卡或者用电子支付。当然他也慢慢再去支持，但是这个演变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长的道路，或者以后也不会改变。那就是这种就是日本或者在欧洲其实会大家都有一种方式，我觉得原来我不理解，我现在觉得其实挺对的，就是没有什么对错，那就是大家的生活方式问题，而且可能未来很久也还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以上就是我2024年旅行中的一些感受和一些思考与您分享。有什么关于您在旅途中或者在您走出中国之外您感受到的更多东西和思考，我们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在私信里继续交流。